在贵州毕节和四川叙永的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堪称与世隔绝般的存在。这个村庄的后山呢，是延绵数百米的悬崖峭壁，前方是赤水河，并且是一道很深的峡谷。整个村庄三面悬崖，一面河流隔断。往后山走啊，要攀爬悬崖峭壁；往前方走呢，依然要下悬崖峭壁，并且呢，要渡过赤水河呢，才能到达对岸。那到底还有多少人留守在村里？他们的祖先又为何要选在这样的地方居住呢？咱们今天呢，就徒步下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毕节的七星关区这边哈，我准备呢从贵州这边下这个村庄去探访一下。现在呢，我已经在这个栈道上了，下方呢就是村庄，看到没有？从我这里下去的垂直高度啊，应该是有100-200米的样子啊。我们今天从这里走下去呢，也得走个半个多小时吧，上来的时间应该是会花更多。哇，这个下方看看，1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啊，挺险峻的。不过呢，他们这里有这个护栏啊，这条路呢也应该是以前村庄里边出去的唯一的路吧，因为很久以前的话，那个河道上应该是没有做那个悬索桥的。看看这里的风景啊，说实话啊，就是修这条栈道下去的话，也要花不少的功夫啊。往下坡走啊，倒是挺容易的，是吧？待会儿上来的时候，我估计得干一身冷汗呀，干一身大汗呀。有个大爷跟那儿干啥呢？吃饭没喽？吃了。哎呦，这里走下来逛耍哈儿啊！看这些串户路啊，就知道这下边住的人挺少的了。你要是以前的话，那这些都是寸草不生的，对吧？农村住的人多，那边上的这些草呢，都清理的非常的干净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大家都搬走了，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房屋的边上这些呢，也都是杂草丛生啊。我们已经到村里边了哈，哎。怎么感觉看起来都是一片荒凉的感觉，但是这里整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下边就是赤水河，然后这个电线哈从上边拉下来的，下来之后这个第一栋的房屋呢真的非常的漂亮啊，后山就是悬崖峭壁，哎，荒废在这里挺可惜的。有没有朋友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啊？喜欢的话可以来跟这个主人家唠一唠啊，在他这里居住一下，挺爽的。这边看去呢，都是一些荒地啊。那我们现在走这个下边那个桥那儿去，给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景。大家看这里啊，整个就像一个荒村的感觉，这些房子都没有人居住啊。然后下边就是赤水河和峡谷。这个桥呢，就是通往四川的悬索桥。那我们再把镜头歪过来，看到那个地方没有？那里就是鸡鸣三省，也就是在前方不远处就是云南、贵州、四川3省交界的地方，包括鸡鸣三省大桥、鸡鸣三省景区都在那个位置啊。这里过去的直线距离大概就是3公里左右，3-4公里吧。这个桥还是弄得非常的结实。主要走在这个上面来感受一下这个赤水河这道峡谷有多深。看一看下方的峡谷，非常的震撼啊！超100米高的一道峡谷，而且这里的风景真的非常的美。下方就是清澈的赤水河，对吧？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几近荒废的一个村子。哇，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你走哪去啊，老人家？你走哪去了？你是住这里吗？有，就是俺们小孩子去的。意思你要走这里爬，俺要爬上去啊？要爬上去爬花园去。哦，你哪个走这边来买东西啊？我赶上去。
走四川去赶场来？哦，赶哪个场啊？赶水稻。哦，要走好久啊？要走好久啊？要走1个多小时。啊，这个村庄还有人做没了？是啊。啊，还有几家。这座桥建了好多年，你晓得吧？超过10年的。以前没有修桥的时候，你们往哪里过啊？你这水桥不是啊？啊。阿仔。划船，我们以前是抓仔。划船哈。阿仔。哦，等于要过去的话，就在这里划船。哦，这个方便多啊，这个桥方便多了哈。哦，你刚才想看啥子看到了。你慢慢的去吧，我耍会儿。明白。哎，嘿嘿嘿。看到没有？刚刚过去这个老人家呢，他是悬崖峭壁上的，从这里下来之后到四川这边去赶集。那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两省交界的一个中线哈，河流的中线。大家肯定很好奇啊，我对面这个小村子，它是属于贵州还是属于四川呢？贵州呢是悬崖峭壁隔断，四川呢又是这个河流隔断，那它到底属于哪里呢？属于贵州啊。这个中线呢是以这个河流的中线为主。这个云贵川三省的分界呀，搞得还挺清楚的。像鸡鸣三省那里的话，就是河流，全部是河流隔断哈。这个老人家说，这座桥没有建成的时候呢，他们是在那个下边一个渡口那儿，然后渡船呢才能来到四川，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每次要过河的时候呢，都是要叫别人帮忙渡船才能过河的。这一座悬索桥的建成呢，也极大的方便了贵州和四川两地百姓的往来。村子里边呢，应该是还有人留守的。咱们现在呢，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详细状况。你住这家呀？你住在上头，挨头上啊？你住挨头上，你在这住哪案？啊？我说你住挨头上，你在这边住哪案？我原我是走这搬上去。哦，那现在这里房子是没人住的啦？啊，也不是空的啊，下面有房子都。打工去的，一个在这个现在2、3年。全是打工去了。打工，有2还是3，星期几？你们这儿贵姓了？姓范。这边人是原来多得很，这边这人些不愿意走路，这边这过不得菜。啊。回乡把一通桥，他都撞他都这个。就搬到这儿去。原来这边是渡口。哦，一个渡口。就是四川和贵州要往来的话，都是这点。哦，云南他云南过来，他也要走这的啊。等于云南的也要通过四川才能来到贵州。云南和四川搭起那个桥嘞，就是贵州这边没搭。哦，对。这个村子是属于别界哈。啊。属于别界。有好多年的历史了。这在嘞，我家这个这在嘞11代人。那不是200多年了。哦。当时他们为了挨在这儿的呀，上面是挨当地的，哪儿都去不到。哪个对象是在这儿考啊？以前啊，不像纸号一样，他这个就是受人欺负啊，或者为了土地啊，他必然来开荒了。跑那种偏的地方开荒哈。哦。等于现在你们这个下面的人的话，全部都搬在上面了的哈。没有搬。这儿子年头高，这年轻的他不出去打工，我儿读书手扶琴也开不进，你个人粮食全部卖掉都开不进。你进了初中、高中去，1年是他高中这也要1万多。像在我们这些一个劳动的那边一种，就是你手存好的拿3000除开种子花费钱。才有1、2千块钱最多，你这2000块钱啊，总足够了。大家看看刚才我说的这一栋木房屋啊，就是这个大叔他们家的。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房子的，可以来跟大叔聊聊。假如人家有人要来住你这个房子了，你拿跟他住吧。可以的嘛？可以哈。看到没有？大叔说可以啊。你们有人如果喜欢这个木房子，可以来住。这个大叔呢，他现在已经搬到这个崖壁上去了。你都等于10来几年没住人了哈。你家几个小孩了？6个男孩。现在也在外面。外面。哦，
你老伴呢？在给的。在高街哈。你有好大年纪了75了。75了。你家这个位置真的不错，挨挨下面的第一家人哈，然后视野看得开，一眼看到鸡鸣山色的景区。这个地方坐起确实喜欢这种环境的，他觉得安逸。下河沟也近。哦，对。去耍哈儿啊，钓哈儿鱼啊都要得。往四川那边去也近。等于现在的话，这里就带他们2个人哈。哦，对，他们2个。其他没人了。我背头有瓶酒送给你。我不要。哎，送给你。我不喝，我不谢谢你。那当了，送给你的，我背起的。那我先走了。有人要来租你的房子了，我回喊他一个。怕不好了，兄弟们，下来的时候挺容易啊，上去的时候太累了，搞得满头大汗。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村庄啊，这个姓范的老人家也跟我们讲了，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呢，已经12、3代人了，大概就是20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下边居住的是2姓人，一姓徐，一姓范。当时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主要呢还是因为平地或者说人员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呢没有土地耕种，所以呢一部分人就跑到深山无人烟的地方呢去开垦荒地，在这个地方呢就生活了下来。你们还别说，10多年之前呢，他们这个地方反而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因为四川、云南的人呢都要往这个地方渡河，跟贵州进行往来。只不过呢，现在两边都通公路了。正所谓啊，此一时彼一时。以前的话是人来人往，而如今呢却是无人问津。所有的年轻人呢都外出务工了，整个这个下边呢只有2兄弟留守。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房屋呢也都是荒废的。如果说这样的地理地貌啊，离城区稍微近一点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桃源仙境。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上，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上。这个地方啊，环境优美，风景如画。房屋的山下5、6公里内呢都没有人烟，而后方呢几十平方公里都是原始森林。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这一户人家还种了不少的地啊。那么这一户人家为什么现在还居住在这个大山之上呢？咱们今天徒步上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绥阳县的大山里啊，今天又要带大家到这个山顶上去探访一独户人家，估计走1个多2个小时吧。这个下边呢有一条河流，咱们的车呢停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有一条毛毛的公路从这里弯上来，然后咱们现在呢继续往这里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绥阳县的毛亚镇啊，下边这条河呢叫做阳岩河，我上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叫做兰家坡。如果是本地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是哪里啊。这边呢有一户人家住在这里，我们得到这里问一问路，然后再从他这个后山去啊。不要搞哈，这2个狗啊跟我好熟啊，我到这里它都不吭一声。今天我走这里路过，感觉跟这2只狗有缘，人家主人家都说这2个狗要咬人呢，结果呢它一声不吭了，就跟着我走了。这里是山下的一家人啊，这里就兰家坡，也只有这一家人在这里。然后我们今天呢，现在是从这里一直往上走，对面那儿也东一家西一户的有人居住，包括那山上都有人住的。就在这个森林中啊，盘旋着往上走，全是这种盘山的小道啊，现在就累得满头大汗啊。就是穿梭在这个林间小道啊，不断的呢向上进行攀升。我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你对于 GPS 或者说方向感不是很厉害的话，不要到这个山里来随便挑战啊。看看像这种2道的这种岔路啊是非常多的，而且呢整个这个后山呢是上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旦你走迷路了，很多的这种狭草里面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随意往大山里面走啊。到了这个山腰啊，咱们能够一览众山小，看到山下的很多的风景。那么咱们今天行进的路程呢
还没有得1/3啊，还早得很，因为后面这个山体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刚刚还在跟大家说不要绕路，结果我在森林里面迷路了，我绕了1个多小时的路。现在我们去到那里，一半的路程都还没到。我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走，现在已经12点多了，相当于有1个多小时的路就是白绕的。那么现在我可能还要1个半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走在这个路上，连视频都不想拍，累啊，主要是。你们能感受到住在大山里面的人的不易吗？进山出山的时间就要花几个小时。我跟大家说原始森林，大家还不信，你就说这个里边，你们胆子小的敢来吗？这边这个山林里边呢，野生动物也比较多。说实话，现在走在这个林中呢，其实是容易遇到一些野生动物的哈。哎呦，走在这个山里还看到一个瀑布，挺漂亮的呀。虽然有点累啊，但行走在山间，感受着山间的溪流，听着鸟语，闻着花香，也是非常不错的。哎呀，终于从这个峡谷爬上来了，这里到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个后边呢，还有一片崖壁，也挺美的。这些房屋呢，都是废弃了，没人居住了。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应该这里还有好几户人家的感觉。这里呢，好像是以前的一个小村寨的感觉啊。我看了一下，有4、5栋的这个木屋，但是呢，全部都废弃了，感觉就是整体搬迁。那么后边呢，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那片岩壁呢，中间也有这个绿植，是吧？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曾几何时啊，这个地方也是热闹非凡，但如今呢，却是一片荒凉啊。这里呢，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啊，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离这里还有半个小时多一点的路程。今天真的是皮都给我走疼了。这一棵呢是漆树啊，也就是我们以前漆家具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漆树的漆来漆家具。哎呀妈呀，还要走这里上。这一株映山红花开在这里真漂亮啊，可惜它独自美丽。还好我经过这里啊，欣赏它一下。哎，终于到这里了，我的个天哪！这里环境好好啊，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走了多少时间走到这里了吗？加1个多小时的冤枉路，总共3个半小时才走到这里。这边种了好多的菜啊，莲花柏。然后呢，他们坐的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地势非常的开阔啊，又看得开。然后后山呢就几个小山头，住在这里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看看这里是不是就像一个桃源仙境一般，隐藏在这大山之中啊，非常的漂亮。这边他们种的玉米啊，啊老娘，我在底下走起来哟。天嘞，走好几个小时哦！啊，这公告人吧？哎呀，我就走这上面来耍呀。好脏！你们来这了吗？鸡放在屋里小。啊，你在哪哈儿放了？在底下。在底下才放的。就你们2个人在这里是吧？哎。哦，要给他们打药啊？我打的头把这个。哦，打路打哈哈。快去。走啊，你走前头。
哎呀，走了几个小时，我走绕路嘞。走在二边去的，然后又绕起过来。哦。啊。你们这趟地势还宽完的。宽完的。几多宽？坐。我走到现在走了差不多3个多小时了。是要走2个多小时嘞。要走那么多时呢？要走那么多嘞。我是走绕路的，要不然呢要不到，可能2个小时就走得上来。你们走可能要2个多小时了哈。我们赶场噻，在这里让家伙走起上来就要走3个多小时才走完嘎。赶场要走3个多小时。啊。自己搞的茶叶了。自己整的茶叶了。哎呀，喝点茶，喝点茶。自己采的。哦。浓茶。还喝点？还喝点呢。你这个茶喝起还可以。哎呀，谢。在四川宜宾发现了多达几十处的悬棺墓葬群，据说这些悬棺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博人所放。这个民族呢，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么古代博人他为何要历尽千辛万苦把棺材放在这悬崖峭壁之上？而博人这个古老的民族又是如何消失的呢？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宜宾珙县的落表乡。古代的丧葬模式分为火葬、土葬、水葬、洞葬，甚至有塔葬、天葬等等等等。但是最为奇特呢，还是悬棺葬。就像我身后这些古博人的悬棺放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这里就是被称为千年未解之谜的宜宾博人悬棺。他们被放置在这里，距今最早可达2000年。这些棺木自上而下排列的整齐有序，最高处距离地面可达100米。这么高的高度，在1000年前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攀登上去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要把一口几百斤重的棺木放上去。那么这些棺木里面到底葬的是谁，又是怎么放上去的呢？为何又要采取这么奇特的丧葬方式？首先这些棺材里的主人是博人这个民族，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既不知来历也不知去向的神秘古老民族。他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2500年前。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他们还参与了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建立功勋。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在四川宜宾一带建立了自己的伯侯国。他们在这里生活近2000多年的时间，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悬棺，就是博人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的证明。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悬棺呢，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打孔，然后把这个棺材呢放置在这些木架之上。但是也有一些悬棺呢，它是直接把这个悬崖峭壁抠出像悬棺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把悬棺放在里边的。这2种呢，有着截然不同的这种方式。像这种直接抠出一个悬棺的位置放进去的这种呢，可能放1000年甚至10000年呢，它都有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打木桩的这些悬棺呢，有一些早就掉下来了，现在呢只是看到的一少部分那这2种不同的方式，是不是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哪个的身份地位更高一些呢？这里呢就是悬棺葬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顶上这里有很多的木桩打在悬崖峭壁上，包括那些棺材呢就是悬空的放在那些木桩上边。像我头顶这里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这种形式，就是它整个上边呢是一个大岩石的盖板，然后这个悬棺呢是放在这个盖板的下方呢。我都不知道这上边这个悬棺它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它是如何去施工的。那么远古时期的博人为何要用匪夷所思的悬棺葬，既耗时又费力呢？相传有一个传说，说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平定滇黔的途中呢，遇到了博人的阻挡。传言博人善于飞檐走壁，能征善战，在悬崖峭壁之间来回穿梭如履平地，不好对付。诸葛亮知道对付博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通晓天文地理的诸葛亮当时看到博人正在经受旱灾，于是心生一计，他就放话说，
博人之所以遭受旱灾呀，是因为祖坟的风水不好。这风水不好呢，就会使得正气不彰，灾祸频发。如果要解决眼前的旱灾问题啊，需要将祖坟迁葬至高处的悬崖上，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这样做不仅能够让眼前的旱灾得以解决，还能确保博人后世顺利，世代富足。博人一听啊，信以为真，觉得眼前的旱灾问题啊才是迫在眉睫，于是就放弃了对诸葛亮的阻挡，转而将大量的人力财力运用到了祖先的悬棺葬上。果不其然呀，当祖先的棺材都吊上去的时候呢，天降甘霖，顿时呢解决了旱灾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将这种丧葬方式延续了近100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棺材边上还有一些图案，这个呢或许就是古博人的文字，用一些图案或者说动物来代替他们想要传达的某种思想。那么这些重达几百斤重的棺木到底是怎么运上去的呢？民间呀有很多的说法，其中可能最接近真相的应该就是绞车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滑轮杠杆，在悬崖上方安装一个固定的滑轮装置，利用滑轮杠杆转动绞车而移送棺木。但这都是现代人的一种猜测，具体当时是怎么操作的呢，也是不得而知。那博人又是如何消失的呢？传说呀，在明朝时期，博人为了生存发展，争取民族自由平等，与明朝发生了10多次的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他们英勇善战，敢于牺牲，也击败了明朝10次的征剿。公元1465年，博人的势力得到了扩张，起义袭击江安、合江等9县。明朝再次派兵讨伐，此时博人光是被擒获和斩杀的寨主就达270位之多。致使呢，博人大悲大怒，更加增添了新仇旧恨。于是他们便到贵州总兵处诈降。等指挥出来相迎的时候呢，博人佛兵四起，5000余官兵呢被他们杀害。博人趁势进军，沿江之南顺流而下，直抵江安、合江，如履平地啊，势如破竹。对于这一点呢，要说明一下，有人说是朝廷诈招屠杀博人引起的仇恨，有人说是博人诈降屠杀官兵引起的仇恨，到底是哪一种呢？还真是没人说得清楚。因为历史呀都是由血写成的，江山都是以百骨堆成的。后来明朝集云贵川3省之兵力围剿博人，最终博人惨败，被灭殆尽。最后剩下的博人呢，深刻的知道朝廷也不会放过他们，纷纷的便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至此呢，博人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2024年要干啥。我2024年呢有3个任务啊，一个呢是把这个视频还是拍好，就是出去的时候做一些视频的记录。第二一个呢就是把直播给它研究起来。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做9公司的咱们的电商的运营板块。那这里面最主要的呢是做 to B 的业务啊，就是主要是招商或者招代理为主。那么这个2024年呢是甲辰年啊，是龙年。那今年呢又是火年，咱们这个白酒呢它本身也是属火，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是个好时机啊，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那如果大家有这个想要从事酒方面的生意呢，咱们可以探讨一下哈。我们这边呢这个整个的模式比较成熟，就对这个开设专卖店包括这个代理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和扶持。就目前来讲的话，线下已经有200-300家这个加盟店了哈。当然我只是这个9公司的其中一个小合伙人。当然我呢在做这个自媒体之前呢，我就是做电商运营的，所以说呢这一块呢也是轻车熟路啊，每天呢花个1-2个小时呢也能够足够把工作做好。更重要的一些线下业务呢，我们又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的任务呢也没有那么的难哈。我们现在运营的这个概念呢，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去这个忽悠代理商、忽悠加盟商，不存在这种模式啊。因为有很多人呢还是这种状态，包括有一些到我们线下来谈的，他们老是说这个别人那里买5万送5万，哎，就是各种政策吧。其实大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不管是做酒生意也好，做其他生意也好，其实更重要的你要看重产品的品质，而不是说他们的营销套路是什么样的。你不关心这个酒的品质，比如说我们这个酒是50块钱，对吧？那你非要说，哎，能不能搞到200块钱，然后我们搞个买1送1啊，各种各样的套路。说实话，这样的方式呢，你只能是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我们希望是合作伙伴能够做一家成一家，更多的呢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说话，而不是说靠一些营销套路去做。你不管是消费者也好，你做经销也好，其实你都要看重一个产品的品质。你这产品的品质不好，你再怎么玩营销套路，你只能是一时的爽，对吧？你没有后续的一些东西。所以啊，我个人感觉，不管是做生意也好，做人也好，都不要脱离了这种本质的东西。虽然说我主要是做 to B 的业务啊，但是我也做了2、3款酒，也花了很长时间让我们的酒师去调制了2、3款酒呢，给大家作为口粮酒。如果大家喜欢喝酒的，你们先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这个酒的价格呢，我们都已经把它标得很低了，就在我自己的这个个人店铺的橱窗里面就能看到啊，有3款酒，3款酒呢对应的是3种价格，但是都在100元以内。这3款酒呢，没有跟大家做任何的外包装啊，因为我觉得口粮酒嘛，就没有必要说去做一些花哨的包装，把这个更多的钱呢省到产品的品质上来。如果说大家喝了喜欢这个口感呢，你们就继续买就是了啊。如果说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呢，也可以联系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啊。最后呢，再跟大家回到这个我的 to B 的业务上来，跟大家唠几句啊。就如果你们真的对酒有想法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的知识烈度确实比较大，我们只要开设了专卖店之后呢，就会有7大业务的支持，你也可以去运营7大业务。而且我们的所有的酒的品类呢，只要你觉得不好卖的，都是可以退换的，哪怕说你开了专卖店，你觉得这个店不想干了，我们都是可以去接手的。对于跟咱们合作的人来说，你在这个产品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损失。当然呢，做酒这个事情呢，不是说想做就能做的，可能它还需要你有一定的资源吧。就是大家不管是做啥生意，还是要根据自己身边的资源、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来去选择该做什么样的生意。好了，朋友们，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唠到这里吧。我也希望呢，我今年想做的几个事情呢，都能够把它做好。拜拜。在贵州赤水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2栋房屋居住在半山腰上，前方呢就是陡峭的山坡，后面呢是高山。整个这2栋房屋居住的地方啊，地势平坦，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还有很多土地呢都是有耕种的。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这个地方并没有通公路，不管是他们从哪个方向走呢，其实都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路的痕迹。怀着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啊，我们准备到山下居住的村民那里问一问路，上去一探究竟。在这个峡谷的底部啊，居住着有几户人家，我向他们打听了一下哈，他们说要到这个山上，这一家人呢，基本上是要攀爬悬崖峭壁才能上得去，估计得走1个多小时。那么从这一边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里呢爬上来，我现在已经爬了差不多100米了。整个这里的山呢也是比较高，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下边，我现在呢差不多垂直已经爬了100米了。那么这一户人家呢，垂直距离和峡谷的垂直距离大概是400多米。那你看一下400多米，他们都有铺了这个石梯，而这个石梯呢是断断续续的折弯的铺上去。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铺这个石梯大概都要铺1、2公里的路程吧，因为它不是垂直往上走嘛。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下山的这个路啊，铺这个石梯啊，都不知道要铺多久。我估计没个3年2年他也铺不下来。可以说以前居住在上边的人是非常的勤劳的。去上边的路啊，要穿过大片大片的这个竹林。这里的风景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竹子。走在这个竹林里边，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啊，整个心情都要变好不少。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赤水这边的地形地貌。青山绿水加上这种特殊的丹霞地貌啊，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全是爬这个石梯，其实爬山爬石梯是最累的。
哎呀，太累了，休息一下，补充一点能量啊，喝一喝娃哈哈的苏打水。大家不是现在都在支持娃哈哈吗？苏打水挺好喝的。走累了吧？汗水钻眼睛，然后鼻涕呢也在流，我天哪！唉，稍歇片刻，继续走。穿过这一片树林啊，咱们应该马上就要到了。上面已经看到土地了，而且我还听到鸡叫的声音了。终于是到了这个上边，一只大鹅在那个地里悠闲地啃着杂草。这上面真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好土地啊！半山腰的位置，居然有这么平坦的地方，这儿太舒服了。那边那个地里看到有个阿姨啊，我们待会儿去跟她打个招呼。我们上来之后呢，就看到这里有一栋房屋啊，这栋房屋呢好像是废弃了，然后这个地板的话都是用石头来铺的，只不过现在这一户人家呢应该是没人在家居住了，然后有养一些蜂在这里，但是这个呢可能是上边一户人家养的，因为我在下边的时候问过下边居住的村民哈，他们说这个上边呢以前确实是一个小村子啊，好几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只有一家人居住在这里。这里是以前的这个洗菜台，包括磨刀的地方，对吧？然后水缸什么的都还在这里，只不过呢人已经不在这里居住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片的土地呢都有耕种啊，估计就是那个阿姨在种的。这些鹅呢也是他家养的，包括那里还有几只鸡。吃饭没到老人家？吃过了。耶，你们这儿还可以哦，看得开完了。香是香呀，就是破破烂的走嘛。都是像样，破破烂的走。你是住哪点呢？住那家是吧？哦，那些娃鸡都是你养的？我养的噻。你们还有几个人在家里面嘛？我家人又多，这儿都是出门口去。都出去了哈。你们这边姓啷个哟？我们这姓王。都姓王吗？我们这没姓金。他们姓金。哦，耶，这上面的还比较平呐，这土地还多啊。土地多得很，丢荒的多得很，种的少得很咯。你这土地是用锄头挖呀？锄头噻，你看哇。没得那个牛的啊？没用就用你水台用去就。哦，现在的话就得你们一家人长期住在这儿。哦。他们就是偶尔上来干下庄稼。就是。你也是在这儿的吗？本来就在这儿吗？是别的地方嫁到这儿来的哦？原来我那底下面就在这儿的。你好大年纪了？我70岁了马上。你都快70了。啊。你看，看起还有点看不出来些。我面子就嘛就是70岁。明年是70岁了哈。啊。这里是不是靠四川的边界呀？我们只是四川噻，这面是贵州，这底下也是贵州。哦，意思你们这边也是属于四川了？哦。我还以为是属于赤水。不是赤水，我们只是泗江县管的。河沟对面就是赤水。哦。然后这边就是四川了。哦。一年打绳子可以卖好多钱哦？哎呦，绳这些都没好值钱的。打起绳子还是背起下去啊？是背下去噻。就从这里路背起下去啊？啊，背一背可以卖好钱嘛？背你好点还是要背7、80斤。1块多一斤。还多2块。2块钱斤哈。啊，下边上来那些布梯全部是你们自己安的啊？是噻。光安那些布梯要花不少时间。还是要花多时间，找人媳妇说的，谁得功夫深，黑不陌生真。哎，对，因为以前这上面住的人多。那会儿我这高头还几十个人，这会儿。就是啊，以前的话有几十个人住在上面。有7、80个，8、90个。我看老人家你还一天开心完的。啊，这还这个年代不开心干嘛？有吃的有穿的，穿的这会儿就是哦。是的。吃饱就是咯。是的，现在是真是吃喝不愁哈。哦。啊，不像以前那个，还有时候饭都不得吃的。真的，这会儿嘛就买菜，也不喊人买吃。
买30-40斤饼，你要吃多些机会。对对对，你应该没有经历过饿饭年代吧？我们从没经过嘛。哦，2-3岁可能。是噻，2-3岁、30岁、50岁。你记得呀？从记不到嘛。你看我55年生的，从不遇到嘛。哦，对，4-5岁哈。哦。当过你干活儿没咯？嗨，我们知道是啥子嘛，甩一甩的。甩甩的。哦，要干活儿赶一赶的。咦，这几个道哦。你那整你老汉嘛？整营汇川区你晓得不？打不到。你肯定不晓得。没走过哈。看好多木料哦。哎。还木料是砍来做啷个的嘛？哦，砍来做大料。这土墙安全没啊？全部都看你是湿湿。那个不记得。不影响哈。一年卖竹子可以卖好钱哦？523一吨了嘛。你们一年可以卖好多吨啊？我们知道是公路不通啊，那都是帮人砍。帮人家砍好几天啊？像往些都说要挣200块钱条嘛。你都可以挣100-200块钱。我们不在些，别没砍风掉个木。哦。我们就是养点蜂子啊，喂点牲口子，煮那些喂点。喂猪都喂得有哈。还是要喂猪那些。你家几个小孩啊？我2个小孩啊，儿子儿媳妇孙妹都有30个。30个哈。一大家人。你觉得农村矮点吗？城市矮点哦？哎，我们这边人没知识的就在农村好，从过海，我管个儿就煮点炖米吃，煮点菜随便给开班可以吃了。城头去你二没横点的，你家门关起整说嘛。随便出去买根葱上面都要钱了嘛。是。我山上过去，想给煮点就煮点，想给捞2根菜来煮媳妇儿就煮媳妇儿的。还自由自在的哈。也不担心有钱用的，反正家里有吃的。不就是钱些嘛，多用，没得不用嘛，再有菜吃。那过年的话，他们都是回来过年吗？晓得。我还过年噻。过年的时候都是过年那几天都是在家里。还是热闹。热闹。可能过了年初几就走了哈。就是。那你种庄稼要肥料不呀？要买点不多，买点不多。下面北极上呢也懒得背哦。买过100-200斤肥料，背了多回事嘛？一会背50斤。这2个猪还可以，你看你肥完的2个小孙儿。俺大姐买的。你好像也喂了不少蜂子吧？有鸡腿。鸡腿啊？对，这上面大多数都是蓝嘴哈。蓝嘴、赤嘴、八嘴都有。这种就是蓝嘴噻。那蓝嘴长得大根家呀。这家土地收入都不大的。你去年喂3-4个猪卖没得？我花上卖噻，我都要些广州老板些去卖。广州老板来买几去？那在上面倒工就转身来买就来撒盘就可以。等于你们小的在广东打工。然后对那边的朋友他要这边的肉哈，你给他喂起他来盘起去。你这个还卖得远呐，你的猪还。大小。我带你有2瓶酒送给你。不。我们贵州的酒。不，不要送我。客气。要不得。我们自家公司的酒。那我不打扰你了，你要干活了，我怕要打扰你干活了。我反正是耍。我慢慢的走起下去。要得。还有。抓也抓重要得哦。咦，有啷个要不得？那我走了，娘。你们这儿是喊娘娘吗？喊了嘛？喊娘娘可以。是喊娘娘哈。那我走了，你慢慢的忙我不打扰你干活。这个上边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山都看得很开。然后他们这边的这些人家呢，他都是住在这个相当于一个3梁的位置。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土地也都是非常的平坦，水源也是不缺的。所以这个上面以前居住在这种地方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地方呢，目前就只看到了2栋房屋。那么那个阿姨呢，她是住在上边那一栋。这一栋房屋呢是没有人居住了。那阿姨说呢，这个房子的位置以前还建有一个纸厂，当然这个要追溯到50-60年前了。那现在呢是没有了。
大家知道我们用的这个纸巾啊，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包装上啊，要么就是用竹浆，要么就是用木浆啊，就是2种原料来制作的。最远古的时候做纸呢，就是用竹子来做的。这个地方整个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除了后山是靠山之外，另外的几边全部都是可以看很远很远。我们从阿姨这里了解到呢，整个这个上边原先呢有70、80个人居住，只是现在交通不便呢，全部都搬走了，只有他们一家呢还留在这里居住。因为这里上下山只能走我上来的这条路，所以说呢，这个运送物资非常的艰难，其他人呢都搬走了。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断言，很多东一家西一户的村庄呢，将来会不复存在，只有那种超大的村庄呢，才有可能保留下来。像上边这么漂亮的地方，大家喜欢吗？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的陆苑坪。陆苑坪这个村庄啊，也是全中国到现在为止唯一还没有通公路的村庄。它为什么没有通公路呢？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地形，你们就明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是站在悬崖边上的。那么这个下边呢，就是陆苑坪，整个陆苑坪村庄啊，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天坑之内，周围呢全部是这种700、800米高的悬崖峭壁，把这个村庄围困在里面。可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是一道很深的峡谷，就是这个峡谷的高度呢，也是超过100米的，并且在天坑内的这个陆苑坪村庄呢，他们村内也被切割成2边。一边北边，一边南边，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村庄好像有公路，对吗？这边呢才是不通公路的。但实际上呢，对面那个村庄那个公路呢，它也是天坑内的公路，它是不能通向外边的。再往前面延伸过去呢，其实是那边有一个斜行电梯下来，那么才能进入村庄。所以这个路呢，它只是这个村庄内的一个通行道路，两边之间的人啊，中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峡谷，他们相互之间要往来呢，也最少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了。那么陆苑坪里面的村民啊，他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天坑之内与世隔绝呢？这里啊，还有一段非常久远的故事。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战乱造成四川及相邻地区人烟锐减，土地荒芜。于是朝廷有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大批的湖南人迁移到恩施地区。湖南桃源县的裴姓3兄弟等人便迁到陆苑坪天坑外居住，并试种湖南带来的稻谷，但是只开花不结籽。意识到是因海拔过高种不出水稻，于是寻找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便发现天坑底部有一平坦的地带，但无路下去。于是在悬崖上挂接36匹白布，顺着白布到坑底，发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十分高兴。但回去的时候，挂在悬崖上的白布被鼯鼠咬断，无法回去。干粮已吃完，十分着急。恰好此时见到一群美丽的山鹿沿河往山崖上走，便跟着路才爬出了天坑。之后便从这里凿路到崖底，开荒垦田，种植水稻与油茶，获得成功。后来又有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搬进天坑，共同开拓这一片桃源秘境。陆苑坪被裴氏探寻发现，又因陆引路走出困境，便将这里叫成陆苑坪。陆苑平方圆约5平方公里，四面环崖，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直到今天，村民们还沿用着几百年来的耕作方式，自种粮食，自种茶，木柴烧火做饭，自给自足，与世无争。2016年，一个旅游开发商看中陆苑坪的特殊地形，投资了3个亿打造景区，为村民修了1528步台阶，还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据说光这部电梯就花了7300万。电梯长380米，垂直高度340米，大约有100层楼的高度。2021年，这部电梯建成后正式投入使用。原先步行2个小时的路程，坐电梯只需要3分钟。不管是游客还是村民，都可以多一种选择。单程费用游客90元每人，村民30元每人。不过人们到陆苑坪可能更多的是来感受与别处不一样的风景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对于陆苑坪的村民来说，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简直就是他们的家。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悬崖飞瀑，峡谷河流，奇峰异景，那是应有尽有。
在一处悬崖上，无人机还发现有一个山洞，洞口垒有高墙，我猜测应该是在乱世时期村民躲避土匪的避难所。坑底唯一的出口也是水流的出口，这里被深深地切开一条裂缝，水也是从这里流向江河，汇入大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季洪水高发的季节，整个鹿苑坪周边的悬崖峭壁一定可以看到百步飞崖的壮观场面。这些水全部聚集到一起，汇流成河，千万年的冲刷和切割，硬是将这天坑底切开一条近200米高的裂缝，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啊，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叹。这里是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想要深度游览张家界的壮丽风景，你需要安排3-4天的行程，才能充分体验这里的自然景观。门票可以使用4天，也就是说买了票在景区进进出出4天，无需再购票。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张家界的旅游做得真好，长时间的停留让游客游览更多景点的同时，也促进了一系列的旅游消费。我这次也是匆匆路过停留1天，未能全面体验。我是自驾从北门购票入山，目前门票价格为每人150元。如果你的目的是欣赏风景，从北门上山便可看尽风光，还能节省索道和摆龙天梯的费用。对于想要体验天梯的游客，东门是个不错的选择。当地人说，自驾从北门进是进入核心区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很少有人走这里，所以不用排队。给大家看看我1天游览张家界看到的风景吧。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老家的大山里啊，今天没事儿带你们去山谷里边看一独栋的房屋。这个房屋呢，就坐落在小河边上啊，可惜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是环境非常漂亮。我们去看一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啊？这边呢是一个山谷的这种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隐约的可以看到房屋的位置了。边上这里呢就是一条小河，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啊。非常的美，那么河流呢就围绕着房屋边上，特别的漂亮哈。你看，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户人家呢，我们这里还得过这个小河，河水也是非常的清澈。那基本上去到他们这里呢，就是顺河而上啊，离这个公路并不远啊，步行上来呢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大块的这个土地啊。那么像这些土地呢，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你们是不是有那种感觉，这地方可能以前居住的人是比较富裕的，是吧？这个房屋大家看着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宁静？就坐在这个小河边，我们过来看看。是吧？确实是没有人在家里边居住，不过门口呢挺干净的，然后门呢也是上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呢保留得非常的完好，虽然说已经有应该2、3年没有人居住了吧。我们站到这个房屋的河对岸来看一下，这里环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上边也有山，进去呢就是非常深的一个山谷。然后走进去应该有好几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那么只有这里呢有他们这一栋房屋在这里，门前呢就是河流，对吧？如果说这个水位稍微再多一点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要洗个菜呀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河边洗，用水非常的方便哈。虽然说夏季的时候会涨一些大一点的洪水，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安全哈。最多的时候呢，就涨到这个院坝这个位置吧。我记得历史以来差不多就到那个位置，整个房屋是没有被淹过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安全。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大概是500、600。有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夏季的时候避暑呢，一定要到高山。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在这种山谷地带、河边的时候呢，这种400、500、600的海拔呢，也是非常凉快的。为什么呢？它这个水流不断的在流动呢，其实是带有这种河风的。所以说夏季居住在这种山谷啊，通风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凉快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贵州呢，这种500、600的海拔跟1200、1300以上的海拔呢，它的天气差异是很大的。大多数情况下，高山呢都会有毛毛细雨，但是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呢，其实是没有雨的。如果说你要论1年4季都居住的比较舒服的话，还是500、600的海拔更适合一些。朋友们感受一下哈，夏天的时候坐在这个河边，吹着河风，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听着这个溪水潺潺的这个声音，对吧？然后很多的烦恼啊都是烟消云散。整个画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原生态啊。我们进来呢也看到边上这些土地呢有耕种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山上的人下来种的，他们自己呢已经没有种了。其实在这个房屋的后山呢，这些以前也是有房屋的，只不过呢全部搬迁走了之后呢，可能房屋就倒塌了，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屋呢可能保留的比较完好。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1年4季住着都是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包括现在是冬天，你们看整个山上的这个绿植呢也是非常的多，居住在这里啊，真的有那种隐居般的田园生活的感觉哈。我们可以稍微养一点鸡仔自己吃，河边的话我们可以养点鱼，是吧？自己想吃的话就到河里去捞鱼来吃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要种点地种点菜的话，这个周边也有大面积的土地，也都能实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这种田园乡村生活向往的这种场地啊。在我们的想象中，孙悟空的蛇莲洞只存在于《西游记》的奇幻故事里，但你相信吗？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居住在蛇莲洞中。在贵州赤水市的秉安古镇，
就藏着这样一个人间仙境。这里居住的不是神仙，而是几户普通人家。他们在水帘洞中已生活了上百年，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美得让人心动。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帘洞，探索这个隐秘的家园。哎，老娘的，住了没有？还没吃饭呢？你们这里住的有好多家人呢？我们住3户。3户人家哈。洞中一共居住着3户人家，他们的家就坐落在2块厚达10米的巨大石板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活的宁静而又幸福。想象一下，居住在这样的地方，每天醒来就能听到溪水潺潺，看到水莲飞流，这是多么诗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但你可能会有疑问，这样的居住环境真的安全吗？没有护栏的门口，直接就是10多米高的悬崖，如果发生地震，水位暴涨怎么办？其实呀，对于习惯了山高路险、生活在大山的人们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上下2块巨大石板深深嵌入山体之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比任何钢筋水泥建筑都要稳固的家。我们也向主人家了解到，即使是夏季的湖水，虽然在涨水的季节水量是现在的几倍甚至几10倍，水深震耳欲聋，但也只是会吵一些，并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想象一下，巨大的山洪从洞口倾泻而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震撼之美呢？走进房屋的内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进深约10米的大空间。里边我们看到有灶台、一些生活用具等，镂空高度大概有3米多高。这户人家好像已经不在这里居住。整个水帘洞的长度有70、80米，居住3户人家呢，也是绰绰有余的空间。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安全，而且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真是令人羡慕。但遗憾的是，这个美丽的家园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搬迁，这一顿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个家中的最后一顿饭。虽然我们很多人无法亲自踏足这片土地，但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份独特的美丽和宁静。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来这边的游客呢，他们是把车停到这边，然后呢乘坐小火车从这儿过来，看到没有？那儿小火车，然后从这个地方开过桥去，然后到那边一直呢就可以开到彭家寨的地方，哎，非常的方便。虽然说不通公路，但是这个有小火车可以坐到彭家寨去。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宣恩县的彭家寨啊。彭家寨呢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距今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整个寨子里面呢有50多户人，300多口人。别看住的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啊，但是每家每户的身价都是上百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进寨去了解一下。整个寨子呢都还是这种古老的吊脚楼风格啊，看起来非常的复古，也很漂亮。然后前边那儿呢有一栋吊桥，这栋吊桥呢也是以前彭家寨的村民出去的唯一的路线，因为整个这里呢是3面环山，1面环水。老娘，这是彭家寨啊？啊。现在还有好多人来做？那都在做啊。全部都来做？嗯。不是讲这里花了几十亿来开发吗？几十亿开发，它是彭家寨等面，连哪哈儿都是那哈儿的钱。你们这边这个房子是啷个记的那个值钱呢？政府都把房子都买了吗？他政府买是买的，还没给你，他讲是保护。哦，你们现在还是在里面住噻？搞的居住权，他有永久的居住权。永久居住权。哎。但是房子不是自己的了。哎，没有你的所有权，只有你的居住权。哦。你贵姓呢？我姓周啊。姓周。嗯。还遇到一家人了。你也姓周啊？啊，我也是门杰周。他们这边等于是全部都姓彭吗？哎。哦，那你是外寨子的哈？哎。他这个寨子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哇？还有几百年，几十代人的。几十代人。嗯。是哪个来发现的这里噻？张良高啊。张良高。是湖北大学的教授。
他搞这个古建筑这块的哈，他不是的，他整个到处全国看哈，就是那出廊上那个吊脚楼啊、木房子成片些嘛，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了。嗯。跟咱们彭家寨里面的一位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天啊，大概我知道了来龙去脉啊。彭家寨呢，它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然后里边居住的呢都是土家族人，他们的房子呢也是土家族的那种2层的吊脚楼的风格。他们这里的房子并不是什么金丝楠，也不是什么黄花梨，就是山上普通的树木来构建的。那为什么又这么值钱呢？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湖北研究古建筑的学者张良皋呢，在整个湖北乃至全中国呢，来考察这种古建筑，就发现啊，只有彭家寨呢，才保留了整片的这种吊脚楼的风格，是特别难得的这种古建筑群，就把这个地方呢全部保护起来了，可以堪称是古代建筑的活化石啊。据说它的价值不亚于布达拉宫啊。2018年后呢，国家就出资了30亿来保护这个古建筑的。据说少的一家呢可以拿到几十万，多的呢就可以拿到100万甚至更多的一个补偿金。那国家把这个建筑收购之后呢，就是把它保护起来，不允许呢再去翻新房子，保留这里的原汁原味。村民呢可以有永久居住权哈，可以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哎，这样的好事呢，还真的是让彭家寨的村民给遇到了。政府出大钱把他们的房子买了之后呢，这个永久居住权啊，依然是村民的。哇，真的是太羡慕彭家寨的村民了。欢迎来到贵州，看山看水看风景，喝茶品酒享人生。Time is the currency of your life. Spend it wisely. No dependence, no matter how attention extended for you, is on that. In the end, you may falter. Rest assured, time will not.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巫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啊，看一下我身后这个云海，太美了，太壮观了哈！今天早上真的是运气超级好。这边有一个村庄是4面都是崖壁的，非常美的一个村庄。那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是到了那个南阴天路那里，但是对面这里呢没有来哈，所以今天呢我就专门到对面这里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进入这个村庄的这个公路呢，全是崖壁公路。而且现在这个云海的位置啊，正好在公路的边缘，整个这条公路看起来就像云端的这个挂壁公路一样，非常的壮观。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悬崖村，正好在这个村庄最前边悬崖上的这个池子这里。他们这个池子啊，整个周围全部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村子前边崖壁口这个池子呢，它是一个弯月形的形状。那么前方呢就是悬崖峭壁。
那么我们在地面呢是没有办法看到它这个池子的一个全景的。我们的车子呢是从那边那条悬崖公路开过来的，而且那一段悬崖公路整个长度有4-5公里，基本上都是类似于悬崖公路的这种地形。那这个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居住在中间这个悬崖中段的一片的这个平地的位置。那么往那边去呢，也都是悬崖峭壁。后山呢是高山，也都是崖壁，包括这个村子的前方呢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所以这个地方呢，在以前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嘛，随便走哪个地方呢，它都是要行走在崖壁之上才过得去。现在呢，咱们是有几个疑问的：这个村子的人搬到这里来多久了？他们那个崖壁公路是什么时候修的？这个村口的前方为什么要修一个弯月的这个池子呢？它有什么寓意吗？我们村里面找个人问一下。说在挖啥子哦？挖地哦。不用牛吗？不用牛，都是用手工啊。对。用牛不是轻松点吗？我们没有喂牛嘛。没有喂牛啊。是贵姓的？我姓朱。朱德的那个朱？哎，朱德那个朱。啊，这个村子的地名叫哪啊？叫高洞村。高洞村。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盛产中药？产呐，出么牛呢？前湖。前湖哈。这个东西啊，高中低都出，不出的什么呢？党参白母。党参白母不出。不出，我们这儿高不高？低不低？这儿好高啊？这里可能有个1200-1300吧。1200-1300哈。大概就什么样子，反正我也不具体去知道。特别适合住人的地方就是1200-1300。就是那么个地方啊。这个村庄建村有好多年了呀？哎呦，解放以前这儿就有人。这儿就有人哈。解放以前的人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好多年了呀？哎呀，那具体不清楚。具体不清楚。我都是解放过后生的。他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奇怪，全部到处都是悬崖崖哈。对呀，他就在半夜中间生那么个灯灯儿。就在这个地方。那最开始来的人是哪些人呐？哎呀，刚刚在这儿来的人，据说是姓李。姓李。后来呢，就是姓张、姓李、姓王，这些都是从别处搬到这个地方来。解放前，穷苦农民没得土地上。解放以后，感谢党，这个把狠人，统统的把他，这个。就是以前这个地方也有狠人。有啊，有地主。有几个地主啊？我们往常这个地方，它都是一家地主。相当于这个所有的人做的土地都是这个地主的。对吗？就是帮他。帮他干长工、打短工嘛，当常年的意思嘛。对嘛，就这个意思，对的。等于后来打地主之后啊，就跑了。地主那些嘛，把他的土地呀都分了呀。等于而且叫么呢？分胜利的果实嘛。对。他的那个财产就分给这些老百姓的，这些老百姓就在这里生长居住嘛。对。这个公路没有修通之前的话，应该就是走挨路是吧？哦哟，这个路哈，没有修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往外地去，都要从那个五罩子的地方那个上到再下。那就是走爬崖。要爬崖的，反正。爬崖。全部要走那么上下。因为你不爬，你这个地方不爬崖，走哪都出不去。对嘛，就这个意思。那我看那个修那个矮路啊，起码修好几公里那个矮别别路。那个路是哪个时候修了啊？19年、80年，具体哪一年到底那条路我也可记不起了。是开化公司排的那个头。那个时候都也是用挖挖机了哈，已经。哎呀，没得，全部是靠人工。等于这条路以前修的时候全是靠人工修的。全部是靠人工，从那些崖上那些路哈，都是用2锤钢钎，用瓦子钢钎打进来，用瓦子这个底下要灰起来，然后灌炸药进去，把它炸开的，都是靠人工抱着锤打，并且是义务。这条公路你不修谁修？你的家乡谁给你建设？就要靠你自己的双手嘛。对，现在住有好多家人啊。那晓得有几十家呀，几十家哈。那是几十家，那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看你们这里都发展的挺好的，家家户户都楼房啊。
也不那么太好。我们这个地方呢，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挣点油盐钱回来，然后有点多余的就来起点房子，就算么个劲。我们这个地方他的说法就是哪个呢？他说，四川的人就不，没得福啊，挣了几个钱就要先来求。他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哈。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最缺水，原来就靠那些山上，打个沟沟那个来水，就像那个像个剪刀似的，那个叉一头哈，那个地方，就有一股水。我们这个村高上现在有2个社，都是吃那个里头的水，这么把它捡到这儿。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好啊，现在都是弄管子把它捡到这儿来，打个池子就那么吃。高山没点水，就是在那个山那边捡水来。这后来我们这修了双通大堰过后，就是那个水池子，叫双通引水工程。这儿还一搞成了过后啊，一到冬天里没点水吃的了，就抽那个的水，抽上高上去，供那个几百个人吃水。原来在没有开挖那个池子，没有搞这个提水管的时候，高山的人一到打天干，那个爱县线上全部是在那儿来挑水哈，全部是在那儿挑水池。等于这个池子是为了吃水修的，双通引水，不是说光叫吃水。我感觉这个池子修得很好这个池子修得好啊，这个水流到下面去啊。我感觉这个水池修了风水都要好点。对嘛，是吧？有没有人那个说过？有人也说过，这个也不奇怪嘛。老百姓吃水用水方便些，就这么一个大的开挂，就这么个意思。听这个大叔说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池子它是一个大工程，从湖北那边引水过来，放在这个崖壁上了。整个池子的深度有8、9米，怪不得我们从空中看下去，这个水啊都是绿的。从这个地方呢，可以把水放到这个峡谷底去，然后发电。据说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啊，当时修的时候修了好多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的后山，还有700、800米的高度，所以你看，基本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云雾缭绕，看不到上边的山尖。那么刚才大叔也说了，他们以前要出门的话，还不是走现在的这个公路，而是从这个山顶上翻到另外一边再去，来回都得走几个小时。看到这个地形呢，我的猜测也差不多是对的。最开始到这里来呢，就是有钱人，以前古代的有钱人地主。后来这个地主倒掉了之后呢，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呢，就把这些土地呢都分到各家各户。整个这个村子呢，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哈，基本上家家户户呢都把这个楼房修起来了。前方这个池子啊，真的是点睛之笔啊！你想一下，整个村子的下边是悬崖峭壁啊，然后正好这个村口的位置呢，修建这么一个水池，就把整个村子呢都盘活了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地方啊，整个视野非常的开阔，环境也非常的好。它的海拔呢，大概是1200，也非常适合夏季在这里避暑。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1年最少有2/3的时间你是可以看到云海的。所以说呢，大家夏季避暑的话，其实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的啊。等于以前这片住200多人全部走完了。走完了。在四川万源市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方圆几公里呢都是没有人烟。这个地形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山形呢也生得非常好看啊。这户人家的周边呢，这些土地啊，看着有翻动的痕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留居在这大山之巅呢？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达州的大山里啊。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群山，就知道我在山巅的位置。车子呢是开来停到这下边这户人家的。我已经爬了一段的山了。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山上去探访一户隐居在大山之中的人家。从这里步行过去啊，还得走3、4公里，我的天！然后去那户人家的途中呢，这个半山这里呢也还有一家人住在这里的。这边这些呢都是种的土地，也种的这个玉米哈。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到的是身后这户人家呀？
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去那边的话还要走这种毛狗路，因为这个几公里的小路呢，其实走的人又少，基本上呢也很难说把这个草给它除一除啊。大家可以从空中看一看我此次行进的路线。我们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小山脚下的这户人家这里，然后呢顺着这个地方上去，经过这一户人家，然后再到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个半山腰有一条路呢，横跨好几座山，一直往前走。我用卫星地图测量了一下哈，从这个停车的地方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直线距离就有2公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走这个山道的话，应该是要长很多的。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半山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土地，以前呢都是有种的，现在可能人都搬走了，然后这些地方呢也全部就丢荒了。时过境迁呀，大山里面的人呢，一户一户的都往外搬，所以呢，这些以前的耕地呢，也大多数丢荒了。这里大家看到吗？还搭有一个简易的小木棚。我估计啊，以前在这些大山里边，其实有很多人家户居住，可能他们这边呢搬迁的比较早。我的猜测是没错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牛圈，对吧？以前的牛圈整个上面都没有了，这些木料呢，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是3年5年吧，都会化为灰烬，啥也看不着了。所以啊，我觉得山里面建房子啊，尽量的可以建木房。为什么呢？一旦没有人居住呢，最多就是过个10来年、20年呢，它就归于平静，归于自然，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建筑垃圾。像这些木料呢，它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化为尘土了，就不会去破坏到大自然。我们建的钢筋水泥房啊，哪怕你过100年、200年呢，它依然还在那里，所以对整个生态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个路啊，基本上就不怎么看得到路了啊，都是看到一些杂草。当然，这个路的印记呢还在。那我估计以前的话，这边应该不止一家人居住啊，住的人还挺多的。前面这个山啊，大家看看，老漂亮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像一个驼峰呢？中间可以骑个人。这个山上老多的这种红籽了，就我们俗称的救军粮。大家饿了，实在是想填饱一下肚子了，可以采点吃。但是我现在呢就不能采来吃，为啥呢？要跟大家说话。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牙齿上沾的全是这个的话，就尴尬了。今天这个路啊，其实还算平坦的。要是太陡的话，我也不太想来。只有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是上坡，然后跟着这个山过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缓的地带。穿过了刚刚走的这片森林呢，然后我们到这边又是一大片的荒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全部是荒地，也就是人搬走了之后留下的大面积的这个荒地。这边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搞大型养殖的地方啊，因为整个山上的话，方圆几公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这个山上的土地啊，从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肥沃的，所以说长草也长得比较好。你看这些里面这些枯草，全都是长得比较茂盛的。只不过到冬天之后呢，它有一些草呢就干枯掉了而已。你们别说，我一个人走在这个山里啊，有时候也会被吓一跳，因为这些树林里啊，卯不齐的有个什么小动物啊，有个什么鸟啊，它噗一下就飞出来，当时你就给吓一跳。尤其是野鸡最吓人，它也扑出来的时候呢，它那声音老响了，特别刺耳。快要到了啊，快要到了。这边这些土地都相对比较平坦一些，那基本上呢，到这种地方呢，就能够感觉到这边呢是居住人的地方了。哇，这个地方的环境太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土地都是很肥沃的，山形也特别好看，然后树也长得比较粗大。
是不是老舒服了？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搞养殖啊！我天哪，太美的一个地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么大的这个土地面积，以前肯定是不止一家人的，对吧？以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村主，啊，不止一家人。前面咱们已经看到房子了，马上我们就见分晓这里以前的一个状况啊。走了个把小时，终于是走到这里了。这边挖了好多的地。吃饭没得水？吃饭没得？是喽，你咋子？我来耍呀！你一个人住这点呢？你是哪个？我说你一个人住这点呢？啊。哦。你哪里的？我啊。啊。贵州的。贵州的啊。啊。来得远哦哈。来得远。哎呀。快，后面，对呀。别搞。等于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呢？啊，我在这里放羊子。在这里放羊子哦。哦。呀，你们这个房子都还是以前的那个土墙房哈。这个房子建了好久了？几十年了。都几十年了。你贵姓咯？姓熊。熊。这点以前应该不止你们一家人噻。现在以前这里有好多家人啊？200几。200多人呢？啊，搬完了，我都是在这来放羊子。哦，你们也是全部搬着来在这儿来放羊啊？就是每天都在这里看羊子啊？喂了好多羊子吧？卖了些，那才还有接近20个吧。还有20个。山上有野货些没得？包不出来就多也多。那几年你不庄稼就没得好多野收入啊。你一个人还种了好多地哇？种了2亩地吧。2亩地哈。我看你们这里土地还挺好的。建造哪得到好久都不得走完。我们那部土地都好哦，公路没弄。对呀，我又看到这里土地好啊，出粮食的很哈。全的，那是好得很。这里应该不缺水吧？缺水吧？水也不缺哈。以前200多个人都不缺水啊。以前不缺水哦，那么多人。那就是个好地方哎，你们这点儿。啊，260、70个人哦。就这一片260、70个。啊。那不是房子都几十栋？哎。这点住人有好久了？住的人那是有几十年的。我们原先还不是搬家子那头，拿的那套搬到那头。哦，搬来这儿来的。啊，这写不给的地那几年。哦，以前是写地方。啊。后来这个土改之后就分了哈。啊，就住在那里哦。这个地方其实好哎。可以哦。你们这个地名叫哪个地名嘛？刘家寨。叫刘家寨。啊。那几年姓刘的，他在这坐不稳了，他跟着拉脚的走哦。姓刘他爬得稳寨子啊，那个姓名跟他这地方走哦。熊他大寨子就搭得住噻。哦，对，姓熊的在寨子上就住得住。哎，这是你们年纪大的人摘出来的哈。51年，那你现在70几啦？75了。你75了？你应该多养点羊子噻。要卖哟，你要养又要卖。你光养不卖，那你等于零咯。小的就是不让我做了。你几个小了吧？是2个女儿2个儿。你也福气好，都成家立业了哈。是老幺还没成到家哟。你还养的有丰啊哈？还有哦。你一年搞这些搞得了好多点钱咯？还是不咋的，挣18000块钱嘛要。挣18000块钱？应该不止。你想下去，你个人没得土地，没得啥子，你去咋子？6个鸡都没啷子。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你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你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你不是70几了？我那个在的那个女儿读高中，是我那兄弟们儿生下来就死了，他就让我带去的，等于生下来我就带去的哦。等于是你们死了的，他在生小的时候的。
然后兄弟呢？兄弟他滚那时候还在脚的，也搬下去的哦。哦，怪不得我说你70多了呀，然后还有个10几岁的姑娘。我个人呢有3个安在家了，都有几个小孩了。你个人4个，然后打兄弟家这个姑娘1个，5个哈。等于现在他的所有事情都是你管是吧？是吧？你晓得那个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要不少钱哦。在哪里读高中啊？在万阳。万阳哈。对，高几了？后年要毕业了。后年要毕业了哈。那你的弟儿他不管咯？他管啥子？就是我们国负担了，他啥不管了。他1年800钱都不跟他拿过的。你有兄弟？对。那他还是喊你伯伯吗？还是喊你爸爸呀？是哦。还是喊爸爸是吧？是吧？不是喊伯伯。你心挺好的，看你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那种人。你可能转路上你还是有名堂。走乡村旅游，积累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呢，也看到这些地方好啊，也做一些宣传。有一些开发的人啊，他看得中啊，他就可以来嘛，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噻。哦，对，你说那个话那是对的。你搬下去之后上来有几年了？有3、4年了，搬到建雁行。你也能在这上面赚的钱够你的小的个姑娘花不？那不够。不够哈。他哥哥，他细哥哥要补助他点儿。你这个夏天的话，草应该好得不得了。对。这他们说的牛他们都是找，硬是真的啊。我看这个土地，我都晓得出东西的很。你喜欢年轻，那你还有阳光的呢。农村生长的，这地方适不适合生存，土地好不好，地方好不好，大概是有点数的。对的。你看你们家这个位置做的挺好的啊，正好坐在最上边哈。基本上都很少有人来哈。他来抓走那不？是，来就是走路。原先几十栋家房子，现在房子都看不到，就在你这有2栋。全部都倒了哈。打进拆完了，成了爬了哎。拆完了之后，这个林也长起来就看不到了哈。他四队一起来就包完了。3个队就你一个人在这儿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环境真的没得说。这个后边的这一个山脉啊，看起来特别好看，尤其这个位置，我就说的这个位置，感觉看起来像一个驼峰一样。这个叔叔他们家就住在这里，他这位置挺好的，然后视野非常的开阔。这个地方有一个岔口对出去，对面呢正好对的那个山板吧，你看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啊。他这个说实话，这个地理位置挺好的哟。这是我们贵州的酒啊，会茅台镇的酒，贵州。这个是天麻，天麻呀。你拿去做啥？你拿来吃噻，炖乌鸡嘛，矮得很。特别你这乌鸡拿来炖，矮得很。所以这个真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那我走了哈。慢慢来。好，拜拜。我跟你们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爽了。这个上边的土地起码有上千亩，大叔也说了，他们这里以前是3个队，有200多人，相当于最少有50、60户人家。因为交通不便呢，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所以啊，也印证了刚才我的想法，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是坐着一个村主，因为整个土地太广袤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是时过境迁呀，现在就剩大叔一个人在这里固守着这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呢，水源也是不缺的。整个这些土城啊，我走在这里，我都感觉得到地下水源丰富。包括你看，今天这个太阳晒了一整天了，但是我走在这些土地里啊，它整个土质都是湿润的，就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这里的土壤它非常的保水。这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些土地是非常出粮食的一个原因。那么跟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处于山顶下一点点的一个狭长凹槽地带。那这种地方呢，它就是能够保得住水的地方啊。大叔一个人留在这个山里呢，他养一点蜂啊，养一点羊啊，我估计他1年也应该能够挣个1万多块钱吧。
有很多朋友啊，不是想寻找一片大山里面的地方来创业吗？我觉得这儿挺合适的。你养多少的牛羊，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运送物资比较难一点啊，有几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需要人力。综合这个地方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是养羊比较适合一点，因为养羊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吃粮食嘛，稍微的把这些土地种一种呢，也就够了。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